凭什么这个镜头直接撕开了内娱最后的遮羞布呢？我们人。最近，夏天煎饼创作的短剧《Enemy》带起了超10亿的话题播放量，开头那一个眼神更是让各种短视频平台都开始了二创。大家都说内娱嘴都亲烂了，都敌不过这一个眼神传达的情感。其实之前我一直都很喜欢看夏天煎饼的作品，但是这一部让我真切地认识到了他们的演技到底有多厉害。在民国片出来之前，我甚至一直都没有注意，前面的剧集里夏天煎饼是没有台词的，他们完全靠肢体动作和神态表情来呈现，但是他们无疑呈现得非常好，尤其是夏天的那些小表情。在副本里的时候，夏天和男 boss 打斗时，发现女 boss 出现在了看戏的煎饼背后，那个幸灾乐祸的笑。副本结束之后，夏天手握可以斩杀煎饼的武器，那个马上就要大仇得报的发狠的笑，以及拖着大砍刀走向手无缚鸡之力的煎饼时那一系列捉弄猎物的夸张表情。谁看过了不说一句带感呢？但是现在圈内有些演员演技尴尬是肉眼可见的事实，肢体动态僵硬别扭，表情动态单薄又浮夸，喜怒哀乐永远只有固定几种模板。他们的剧也能看懂，但是都是靠台词撑起来的。台词替演员交代情绪，台词替人物铺垫心理，台词替剧情填补漏洞。只要配音好听，台词够多，哪怕演员面无表情，肢体僵硬，观众也能靠文字逻辑看懂故事。但是夏天煎饼就算不用台词，也可以做得超越很多内娱演员，这就是最讽刺的差距。除了演技之外，夏天煎饼的剧本创作能力也很出色。我们会发现，民国片只有10几分钟，但是它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故事线、情感，甚至是细节，都是很完美的。如果我现在问你，民国片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想你3秒钟就可以告诉我，这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一对梨园双星受日本人胁迫给他们唱戏，最后用毒药和火和日本人同归于尽，还化作阴魂镇压他们的故事。我们知道，想把一个故事完美的展现出来，拍得太长了也不好，因为会水；拍得太短了更不好，因为容易不完整。可是对比内娱的那些长剧， Enemy 有比他们差吗？没有，甚至还更上一层楼。因为 Enemy 完整展现故事线的同时，还把情感、逻辑和细节填充得很好。有时候情感的注入和爬升，只要一个小片段就够了，就像 Enemy 里的这一段。此态即为汝等当人之福，此臣永不为尔等落脱。但是想一想内娱的那些作品呢？他们让情感爬升常用的手段是什么？是慢动作，是长镜头，是人物的定格，还有 BGM 的唱词。还有很多浮夸的特效。其实这样也不是不好，只是我想大部分人应该更喜欢自然的感情线。这些用各种元素堆出来的场面，说实话看久了真的很累。而逻辑是一个剧本最重要的东西，就算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写作文也是，你的文章逻辑一定要自洽。小说也是，逻辑出了漏洞的小说很多时候是很难找补的。夏天煎饼作为优秀的创作者，他们的每个剧本逻辑都很好，而且可以看出来他们在逻辑上也下了功夫。单单是 Enemy 里梨园双星变成梨园双煞，他们是阴魂也是邪祟，所以女 boss 的血可以伤害到男 boss 的这一部分就足够我们鼓掌了，理所当然，但是也出乎意料。而且围绕男女主人设展开的一些剧情也从头到尾都没有偏离人设一点点，两个人是宿敌，所以即使被系统绑在一起，也会在副本里给彼此使绊子。女主拿到那把无视规则的大砍刀，也是第一反应就想斩杀男主，但是女主也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所以最后只砍下了男主打过她巴掌的那只手。而内娱存在这么多年了，我很难想象居然还会出现重大的逻辑和人设漏洞。就拿前段时间的逐玉来说，剧里男主为了退敌，弄毁大坝放水，洪水冲散了敌军，但是也让无数老百姓遭遇了无妄之灾。可是剧里还在借此突出男主的运筹帷幄，但是一个正派将军形象真的会不顾底层百姓的安危吗？以及女主对男主的屠城行为还开始了无底线的维护，说为什么敌人做得他就做不得。可是屠城自古以来就是被所有人唾弃的行为，屠城是什么？是对满城的人，无论是敌方守卫还是老弱妇孺，一个都不放过。百姓又做错了什么呢？高下立判，难堪的到底是谁？答案不言而喻。而细节上 Enemy 甚至比很多长剧都做得出色。陈巷口喜欢陈桥头扮木头人，所以男 boss 出场的时候是一卡一卡的，是在逗爱人开心。女 boss 放技能时眼睛里出现的图案
是陈桥头当年送给他的定情信物，而关卡设在教堂，男女主被投放进来时穿的是西式婚服，是因为陈巷口和陈桥头在世的时候，心心念念想拍一套西方婚服照片。两个 boss 模仿男女主的公主抱，也是以为那是什么示爱的方式。民国片开场的时候，师傅讲故事，镜头给到柱子上的假戏真做4个字，从一开始就在暗示这对梨园双星的结局会和故事重合。还有那个翻译，本来以为这就是个趋炎附势的汉奸，但是听戏的日军被毒死时，他笑了。也对，双星当时被软禁是怎么拿到毒药和汽油的呢？就是他提供了帮助吧。以及梨园双星的名字，桥头是卢沟桥头，巷口是南京巷口，还有要放出城的那30人是南京被屠的30万人，而他们最后也和历史上一样没能逃出城去。这段封神的民国剧情其实不是杜撰的。兼并本人公开说明过，这个剧本的创作原型是真实的爱国戏曲艺人小菊亭。小菊亭原名高富贵，河北乐亭人，自幼父母双亡，5岁入戏班学艺，年少成名，凭借俊美扮相和过硬的戏功成为知名男旦。1938年，15岁的他被日军宪兵队长范平治盯上，为了拿捏胁迫他，日军把他的师傅师兄全部关押入狱。孤苦无依的少年被迫低头，以身饲虎。后来他找到了机会，拿到了一瓶毒药，亲手喂给了残暴蛮横的侵略者。之后自己也喝下了剩余的毒药。他身处泥泞，身无寸铁，却从未丢掉民族底线。小菊亭从来不是孤立，华夏千年从不缺以身殉国的普通人。春秋有人杀身成仁，宋末崖山10万军民赴海明志，乱世之中无数平民百姓，哪怕位卑也未敢忘忧国。为什么我们几千年的文明没有断过呢？因为我们懂得铭记历史，因为历史上有无数英雄的血，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要记得。民国篇里师傅说要有那一口气，我想那口气就是英雄的血。我们发现好像无论是什么荧幕作品，最后落点都有可能落在历史上，只是现在在课堂之外，或许没有那么多人去系统了解我们的历史了。不过 Enemy 这种类型的短剧的出现，也给了历史又一个载体形式。Enemy 给了我们一个故事的外壳，但是我们应该记得它的内核是历史上无数的英雄填补的。